在人生这场跌宕起伏的旅程中，大部分人失败的根源，既不是努力的匮乏，也不是智慧的缺失，而是内心的欲望太过繁杂，企图在同一时间将所有想要的东西收入囊中。这看似有违常理，却是不容置疑的现实真相。我们总在追逐既要又要还要的完美状态，却忽略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理：人生的资源与注意力从来都无法支撑我们同时奔赴多个方向。我们不妨从底层逻辑来剖析这个问题。人这一生的轨迹，并非由能力所完全左右，而是由内在的需求结构所牵引。你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物，会引领你踏入特定的环境，而你所处的环境，又会像无形的推手，不断强化你的特质与观念。这并非是环境决定论那般简单，而是主动选择与被动强化相互交织的循环。很多人常常觉得是环境塑造了自己，实则是自己先主动选择了那个与之契合的环境。你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？因为那个环境精准地满足了你当下最为迫切、最为真实，且一刻都无法忍受缺失的核心需求。就像一株植物会向着阳光生长，人的行为也会本能地朝着能够填补内心匮乏的方向倾斜。这种倾斜便是人生轨迹分化的开端。为了让这个道理更加清晰易懂，我们不妨举一个常见且残酷的例子。假设你既为金钱所困，又饱受安全感缺失的折磨。要知道，这是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的困境。但关键问题并非在于缺不缺，而是你内心深处更惧怕缺失哪一个。倘若你对不稳定、失控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，远远超过了对没钱、收入微薄、阶层固化的担忧，那么你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，去寻找一份看似稳定、确定且可预测的工作。这并非是懒惰的表现，而是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机制在起作用。毕竟，在生存焦虑的驱动下，规避风险往往比追逐收益更能安抚人心。然而，一旦你做出了这个选择，人生的走向便开始渐渐定型。因为当你进入这样的工作环境，身边围绕的也必然是那些将安全感奉为首要需求的人。于是，你每天所接收到的信息就会变成稳定才是最重要的，钱够用就行，别瞎折腾，风险太大承受不起。普通人就应该安于现状，社会贡献没那么重要，自我实现不过是奢侈品罢了。这些观念会像水滴石穿一般，慢慢渗透进你的认知体系，成为你衡量一切的标尺。你当然也渴望赚钱，但你所有的赚钱行为都被一条无形的枷锁束缚着，那就是不能破坏现有的安全感。你会拒绝有风险的投资，不敢尝试副业创业，甚至在面对晋升机会时，也会因为害怕承担更多责任而退缩。最终的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，你很难赚到足够多的钱。这并非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优先满足的仅仅是自己内心的匮乏，而非社会的广泛需求。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从来都是流向那些能够解决群体痛点、创造公共价值的人，而非仅仅满足个体情绪需求的人。这其实是一个残酷却又至关重要的判断标准。凡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填补自我恐惧的努力，几乎都难以产生高社会价值，而缺乏高社会价值，自然也就无法获得丰厚的回报。那些能够赚到大钱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会把主要的注意力优先聚焦在满足社会需求上，而非仅仅安抚自己的情绪需求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恐惧、没有家庭、没有个人生活，而是在核心注意力的分配上，他们有着更高远的格局，将自我需求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。即便那些顶级的成功人士，同样会经历结婚、生子、照顾家庭、处理人际关系等人生大事，但这些从来都不是他们的第一优先级需求。他们或许也会焦虑于项目的成败，担忧于市场的变化，但这种焦虑是面向外部世界的，而非向内消耗的。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锚定在为他人提供什么，为社会解决什么问题上，而这种锚定恰恰是财富与成就的催化剂。这便引出了一个常常被人们误解却至关重要的事实：人其实无法在同一时间拥有众多真正的需求。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有着无尽的欲望，比如金钱、爱情、尊重、自由、稳定、意义、快乐、健康等等。但事实是，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内，人只会被一个核心需求所真正驱动，其他的需求充其量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愿望而已。这是因为人的注意力资源是极其有限的，人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时间，而是能够持续、集中且深度投入的注意力。心理学研究早已证明，
人的大脑无法同时高效处理多个复杂任务。当我们试图兼顾所有目标时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所有目标都浅尝辄止，无法突破阈值。而注意力就像水流一样，会自然而然地流向你当前最为紧急、最不能失去的那个需求。你可以把注意力想象成一束激光，只有聚焦于一点，才能产生足够的能量击穿障碍。若是分散开来，最终只会化作一片毫无杀伤力的光斑。举个直观的例子，如果你今年的首要目标是步入婚姻殿堂，那么相亲、经营感情、稳定情绪、调整性格等事情，就必然会比加班工作更加重要。你会愿意为了一场约会推掉不必要的应酬，为了维系一段关系学习沟通技巧，甚至在职业选择上也会倾向于避免长期出差或者常驻海外的工作。而如果你正面临失业危机，收入即将中断，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，那么谈恋爱、追求浪漫、诗和远方等事情，在你的潜意识里自然就会变得无足轻重。你会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求职、提升技能上，那些风花雪月的念头只会被生存的紧迫感暂时压入心底。这并非是你变得现实了，而是需求的优先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我们的内心会自动筛选出那个最核心的需求，而这个需求就是我们人生的主心骨。所以说，人生本质上就是一场简单却又残酷的选择游戏。你不可能贪婪地想要拥有一切，也不可能在同一阶段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到尽善尽美。所谓的既要又要还要，往往就意味着最后什么都得不到。这就像农民种地，春天播种了玉米，就无法同时收获水稻。你选择了在田埂上赏花，就必然会错过最佳的灌溉时机。有一句话或许会让人感到不适，但却不得不说，完美的选项从来都不属于大多数人，并且在你目前所处的能力和阶段之下，你本身就与完美选项存在着差距。这并非是对你的贬低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。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，时间、精力、金钱，每一项都是稀缺品，而稀缺品的分配注定要面临取舍。因此，真正成熟的思考方式不是一味的幻想最优解，而是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，明确自己此刻最核心的需求究竟是什么。只要你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，那么你所做出的所有选择都会变得清晰、稳定且能够承受。你可以选择安稳的生活，那就坦然接受缓慢的回报、有限的发展空间以及较低的生活波动。你可以享受朝9晚5的规律作息，陪伴家人的温馨时光，不必为了事业的起伏而担惊受怕。你也可以选择去创造价值，那就勇敢地接受不确定性、焦虑、失败和压力。你要做好熬夜加班的准备，做好面对质疑和挫折的准备，做好付出了努力却未必能立刻得到回报的准备。这并没有对错之分，但关键是要做到内心自洽。选择了安稳，就别羡慕别人的财富；选择了拼搏，就别抱怨生活的辛苦。很多人痛苦的根源在于，他们一边竭尽全力去满足自己的第一需求，一边又在内心深处幻想另一种回报。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就像一个选择了稳定工作的人，一边享受着五险一金的保障，一边又抱怨自己赚的不如创业的同学多；一个选择了创业的人，一边享受着事业带来的成就感，一边又羡慕别人朝9晚5和家团圆。这种矛盾的心态只会让我们陷入无尽的内耗。我们总是在仰望别人的生活，却忘了自己当初选择的初衷。其实，人生的每一条路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景和代价，没有哪一条路是绝对的好，也没有哪一条路是绝对的坏。